最近这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务卿陆续访问欧洲，主要目的是陆续巩固构建对抗中国的西方统一战线。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主导的西方对中国极尽手段抹黑，而在军事方面，他们也要开始动手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下任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宣称，正建立一种持久的、有作战能力的前进态势，对美军阻止大国发动所谓的侵略至关重要。而且，美国正打算拉拢澳大利亚建立这样一支随时可以打仗的常备军，英法等国也可能参加这样一支永久海军常备部队。这两个国家最近都向印太地区派遣的军舰。在这前几天，美国政治新闻 Politico 也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海军特遣部队，以对抗中国。此外，《华盛顿时报》进一步证实，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中，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理查德 ·D· 克拉克将军披露，美军正在构想一支专门在印太地区活动的联合特遣队，主要任务就是捕捉中国的远程导弹，并发起进攻，挫败中国瘫痪美国航母亚太美军基地的意图。对此，央视评论员表示，美军特种部队要偷袭东风导弹，而且美国也确实在做准备。今日，美国福特号航母首次进行全舰冲击试验，18吨炸药在福特号航母附近爆炸，但舰体没有损坏。美军借此证明美舰能承受打击。而美军这次试验也被指是针对中国战术，美军远道而来的舰艇最担忧的就是中国先进的鱼雷反舰导弹。不过，这次试验槽点还是很多的，水雷爆炸点离航母还有很远，而且威力也不够大。要知道，在去年中旬，我国分别从内陆发射东风21D 和东风26D 反舰导弹，全部精准击中了远在南沙群岛附近高速行驶的靶船，被指终结美国航母的不败神话。所以美航母的试验其实就是自娱自乐。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航母实验第二天，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报道称，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中部展开了对航母战斗群的模拟攻击，普京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近日，俄罗斯20多艘军舰深入太平洋中部演习，被称为俄海军史无前例的演习。普京也是在用行动告诉美国，太平洋并不是美国恣意为非作歹的地方。最近这段时间，美国主导西方对新冠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弄，非要把这口大锅扣到中国头上。中国不再被动防御，开始主动出击。美国知名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又连忙改口，怕查到美国头上。6月21日，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声称，美国及其盟友将共同努力对中国施加必要压力，敦促成为调查参与者，并提供透明的数据的渠道。对此，我国外交部反击，在溯源问题上，美国没资格对中国进行讹诈和胁迫，也没权利代表国际社会。接着一转话锋，要求对美国进行3个彻底调查： 1. 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 2. 彻查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和责任者； 3. 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堡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基地问题。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敦促美国配合调查，提供透明数据和渠道。在当天，福奇在《纽约时报》节目中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最有可能是由动物自然传给人类的，但还是支持美国政府责成情报机构展开新冠溯源调查计划。而在5月底的时候，福克斯曾报道，福奇表示不确信新冠肺炎病毒是自然起源的，并呼吁继续调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反华已经在美国各界成为政治正确了，甚至包括科学界。病毒溯源是一个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之所以屡次往中国身上甩锅，是因为美国自身的疑点太多了，怕查到自己头上，所以咬定中国。比如消失的电子烟肺炎、甲乙型大流感，还有为何在新冠爆发前莫名关闭了德特里克堡、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枪击案、美国军运会那5名军人轨迹和后续如何。2019年12月，美国血液样本中就有新冠病毒抗体。还有一个疑问是，纽约州长科莫还有日本财长麻生太郎爆料意大利部长疫情爆发前言论，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这个病只会感染黄种人。这些消息源哪里来的？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成为普遍共识，难免会被有心人筛选利用。一个只会攻击黄种人的病毒对谁最有利？这似乎也就解释了一开始为何美国对疫情如此不上心，但哪料到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美国自身疑点重重，却迟迟阻碍世卫组织调查，又是在心虚遮掩什么？奉劝一些美国政客不要再废了，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最近西方又开始用意识形态扛起所谓的人权大旗讨伐中国，但是他们只想单方面制裁、造谣、谩骂，毫无底线攻击中国，中国不能做任何反应。
一旦中国做出反击，他们就开始跳脚，并给中国贴上战狼外交的标签。而我们之所以战狼，是因为疯狗太多。事实上，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罪行累累，先自己照照镜子。近段时间，中国就在努力推动4件事，要彻底扯开西方的遮羞布。第一件事，在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前，西方就叫嚣要联名就人权问题对中国发难。会上，加拿大挑头要调查新疆，有40多个国家站队。不过，至少有超过9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正当立场。真相究竟如何？国际社会眼睛是雪亮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仅如此，中国代表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彻查加拿大骇人听闻的土著人寄宿学校，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这戳到了加拿大的痛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恼羞成怒，一边继续拿新疆转移矛盾，一边为自己辩解，为迫害原住民问题成立了真相和解委员会。中国的呢？我外交部反驳，这个委员会就是鳄鱼的眼泪，暴露加拿大政府的虚伪，一来一往的交锋，更引起国际社会对加拿大原住民的关注。再往前追溯，第2件事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转载一幅漫画作品，讽刺澳大利亚在阿富汗的暴行。中国还在多个国际场合要求彻查，暴露西方表面维护和平，实则坏事做尽的丑陋面孔。第3件事，他转载神奈川冲浪里的漫画，调侃日本倾倒核废水的举动。中国也在多个场合提起阻止日本无耻行径，然而西方却不作声，充分暴露西方所谓环保主义全是生意罢了。第4件事，美国主导西方就新冠溯源问题挑动对中国独立调查。最近外交部直接呼吁国际对美国展开3个彻查，将矛头指向重重疑点的美国生化实验室。怎么换成美国，他们就不支持独立调查了？暴露西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政客甩锅，无视全球人类健康。这一系列反击让澳大利亚、日本、美国高层官员全部暴跳如雷，那正好说明我们戳到痛处了。而西方也开始注意到，中国似乎越来越能戳中西方的痛点。西方恼羞成怒的反应，让中国的反击事半功倍。前不久，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曾表示，我们现在风格变了，西方要适应我们的新风格。其实，在占领舆论阵地这方面道阻且长，但你不去占，就被别人占了。世界需要这么一个国家，彻底扯开西方伪装100年的遮羞布。在拜登的怂恿下，现如今西方正不懈余力地与中国作对。最新动态显示，已经出动1个多月的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目前据说已经从本土开到了地中海，一支分舰队进入黑海。这次英国海军航母舰队首次对外部署，说白了，最终的任务就是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实现美国人所谓的航行自由。表面上，英国航母战斗群看起来非常庞大，但实际上可没少磕磕碰碰，不是补给舰给着火了，就是 F-35B 舰载机出现爆胎的故障，被迫降落在西班牙，就连护航的核潜艇声纳都给弄丢了。英国实施航海计划中，美国提供了10多架 F-35战机和伯克级驱逐舰不说，就连荷兰也为其提供了护卫舰。至此，外界不少人开始质疑，一支杂牌舰队会不会航行到南海时突然发生漏水，不能回家了。不过，以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的实力来看，什么时候抵达南海都还是个未知数。美国为英国海军舰队提供战机和驱逐舰，可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又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表示，澳大利亚海军护卫舰未来也将加入英国航母战斗群，上赶着提出护航。在分析看来，这是在向我国释放信号，将与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共同逼近南海。除此之外，有消息显示，日本和德国近日也就南海和东海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德国对中国海警法表示严重关切。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同意就德国海军出动护卫舰派往印太、南海的行为展开沟通。德国与日本搅和到一起，令外界倒是有些意外。但对于日本的举动，外界认为再正常不过了。不仅是南海，日本如今接连就台海问题搞事情，多次干涉中国内政，将矛头对准中国。总的来说，不管是日本还是现如今的澳大利亚、英国、德国，都足以看出是铁了心要跟随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挑衅的。美英澳德日组团闯入南海，传递何种信号？想来肯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美国企图搅动南海地区和平局势，西方便甘愿充当炮灰。在此背景下，不难看出，南海已经是战火密布了，可能会因此引发战火冲突。就如专家分析的那样，面对这样的局面，解放军必须随时做好开火的准备。如果说在西方第一次逼近中国家门口，我国人还非常气愤的话，现在的国人等的就是这一天。我国人彻底明白，只有痛击才会让这些肆无忌惮的家伙有所忌惮。学习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精神，才是对抗挑衅者最有效的办法。